拿着。萨利姆，有点意思。萨利，赶紧找20个兄弟，在附近垃圾场帮我找样东西。找什么？跟这个形状差不多的东西。快点！催我干嘛呀？自己会走。凭什么抓我们？你们几个涉嫌联合谋害周云良，不抓你们抓谁？你血口喷人！我父亲明明是被天雷所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哪儿来的什么天雷？明明是人造闪电。胡言乱语！闪电还能人造？确切的说，这个闪电来自特斯拉线圈。行，继续。你们都是杀人凶手。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这个由陆先生为你们进一步解释。怂了，刚才不是很聪明吗？滚！案发当天，我在墓园看到周老爷打的那把伞之后，就确定这不是一起普通的雷击事件。一个心脏病人出门不带药，就更加加深了我的怀疑。随后，我在那棵树上发现了火药的痕迹。可是火药的威力并不强，所以我猜是从烟花爆竹里面拆出来的。下面让我们有请证人张管家。你张管家，之前你告诉我，周老爷子生病，周少爷却在他公司门口放烟花，是不是啊？没错，当时老爷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生气。我放炮是为了给父亲冲喜，有何不妥？你放烟花是为了测试火药的烈度。巡捕们在你们家车库里发现了大量的火药残留。我想制造更强的炮竹，放得更响。请问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凶手想要制造天雷击树的场景，首先，你制作的超级炮仗就成了雷声的来源。这个其实也不算证据，只能算是开胃小菜。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天雷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少爷毕业于帝国理工的物理专业吧？这又怎么样？学习物理人多了。可是精通物理又从英国订购过相关设备的，全上海只有你一个。阿斗，幸亏我让他们查的是英文，这些东西半年前你就订了，上个月才刚到货。secondary coil， 就是次级线圈了。这些只是我个人兴趣。我非常理解，如果我有这么多闲钱的话，这么酷炫好玩的东西
我当然也会定来玩。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线圈，原理也很简单，通过变压器的高频共振原理，然后使普通电压迅速增至最高50万伏特，再经由两极线圈从放电器终端放电，便可以快速地制造出人造闪电。你只要将此设备放在你的车底，然后透过墓园的墙面，就可以做出天雷击树的效果。那面墙上有电胶的痕迹，应该是第一次瞄准失误时造成的，而地上的胶痕应该是在搬运周老爷尸体之前对尸体进行电击造成的。毕竟，隔着高墙再电击尸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尸体？大白天的一个大活人，难道会站着让你变吗？可是那2个守墓人，明明当天是看见我爹爹进入墓园的。那天进去的那个人，不是你父亲。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哥。管家说，你哥长得很像你父亲，所以当天换身衣服、化个老妆应该也很容易。况且当天进入墓园的时候，伞打得很低，守墓人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阵脸。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没有证据。小姐姐，狡辩没有意义。犯罪手段其实很好甄别，可是我最不能想明白的就是，你们身为子女是怎么对自己老爷子的尸体下此毒手。还有你，周老爷应该对你宠爱有加吧？你又是怎么下的决心？他们3个一起做的案，不可能吧？大哥，周老爷在世的时候，为了纳妾这么点事儿，一家人都吵得不可开交。周小姐还闹着要割腕，可是老爷子走了以后，当着公子小姐的面，一个毫无名分的妾，居然能在灵堂上占主位，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如果这3个人没有共同的秘密，是怎么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的？你们这么做，是为了保险金吧？没错，大洲百货早已濒临破产，父亲意外死亡，我们才能拿赔偿金。但是我们没有杀他，没有。那天我们几个刚开完董事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老爷就走了。死因是什么呀？心脏病复发。其实我们真的不想这么做的，但是那个保单的金额实在是……我们之前要保金，并没有杀害父亲，请陆先生明察。这个要求恐怕不能满足你。电击和雷击均会引起心力衰竭，而且还会破坏心脏。你们声称周老爷死于心脏病突发，可你们却电击了他的身体，毁坏了他的心脏。这个世界上最专业的法医都无法查出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我们只能证明你们做了什么，却无法证明你们没有做什么。所以对于你们3人的指控，依然是蓄意谋杀。哥，你说过的，你说过万无一失的，你说过的，哥。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几个把老爷给气死，怪我今天这个下场。你还好意思说我？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家庭和睦，怎么会到今天这一步？这个贱人！贱人！你们2个人还有脸说我呀？要不是你们2个天天气老爷，老爷会死吗？吵完了没？吵完的话，到我了。其实我相信，你们并没有杀人，可是我需要你们坦白交代，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天，我们正在开内部的股东会议，会上吵得很凶，我妹妹差点和他打起来。然后，我们接到张管家电话，说家里出大事了，让我们赶快回家。
爸，爸，爸，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当时我们都濒临崩溃，最后在管家的提醒下，才得知父亲在生前投保了一份巨额的保险。这是老爷生前特意为你们投的保单，就算不看在老爷的身上，哪怕为了这份保金，你们也应该团结一心。周家的未来就全靠你们了。于是，为了那份保金，我们共同决定携手制造父亲的意外死亡。接下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但之前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之前，你们难道都不想知道你们父亲是怎么死的吗？不是心脏病发而死吗？看起来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可是我们化验了之后，发现你们父亲的体内含有超量的硝酸甘油。这又代表什么？硝酸甘油通常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及预防，也可以用于降低血压或者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可如果过量服用，就会造成血压严重降低、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悸、传导阻滞、循环衰竭，导致死亡。案发后，我和乔探长在你父亲的房间里找到了一张上周的药单。从这张药单来看，药瓶里应该有50颗药，可现在药瓶里只有27颗药，说明他服药严重过量。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把药带在了身上，然后不小心又把药给弄丢了。所以我让验尸官化验了他胃部的胃液和血液。一般来说呢，硝酸甘油是含服的，含在舌下，溶解吸收，所以血液中会有药物，而胃部中很少。可周老板的验尸结果表明，他胃部有大量的硝酸甘油，说明他是吞服的。当然，如果他要自杀的话，也会选择吞服。可是胃液的化验结果显示，药物在进入人体之前曾经被加热过。一个视汤如命的老饕，为什么会把人生的最后一餐把汤变得苦涩难咽呢？你说是吧，张管家？请问，您是在怀疑我吗？那天我在厨房看到砂锅就买回来了，你猜猜我在锅里找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聪明，因为你下药之后肯定会不断的洗碗跟刷锅。那你废什么话？锅虽然刷了，可是锅盖没刷，汤的蒸汽会把残留物蒸腾到锅盖上。化验结果表明，锅盖上有少量的硝酸甘油残留。可是，谁又能证明是我下的药呢？当天在家的4个人都有机会往汤里下药，可是他们3个有不在场证明，你有吗？我，怪不得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家。那天阿珍休息，另外2个佣人也被你支开。我们到家的时候，父亲早已撒手人寰。在我们最慌乱、最难过的时候，是你不让我们报警，是你！你还拿着一张保单来诱惑我呢，你的心好狠啊，张管家。其实，如果你不坑他们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帮你做伪证的。我又何时坑过他们？佑宁专程去保险公司调查过，从头至尾都是你一个人办理的，周老爷根本就没有现身过。那个签名也是你自己故意模仿的吧？还有那个保单，你放在那么明显的地方，就是为了让我们发现，对吗？所以管家这么做是为了嫁祸给他们，是吗？没错，不仅这张保单，还有大少爷毕业于帝国理工，从国外订购那些烟花、玩具，还有濒临破产这些线索，都是他提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从几个保险受益人展开调查。小小一张保单，瞬间就把嫌疑转嫁祸给了
他们3个。如果他们都落网了，那周家剩下的财产就可以任由你处置。这姜还是老的辣呀。张管家，父亲一向待你不薄，为什么会这么做？对我不薄。我这一辈子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为你们周家付出了多少心血？他死期已至，什么也没给我留下。我想管你爹借点钱，回老家买个房子，养个老。结果他不但不借，反过还臭骂了我一顿，说我趁火打劫。30年了，为他做了多少事啊？他怎么对我连条狗都不如？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早弄死他，还有你们，一个个骄奢淫逸，心怀鬼胎，没有一个好东西。早知道这样，就把你们一个个都弄死，一个不留。不得好死！各位，既然这是一起谋杀，那这份意外保险，哈哈，凶手果然是管家，那这个月的房租你掏喽？不，证据还不够确凿，我还得再判断一下。紧张吗？还行吧。可你手在抖啊。你要是见到我姐，你也会紧张的。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他带不走你的。要不我陪你去，给你壮个胆。行啊。算了吧，回头你们俩再掐起来。好吧，那你好好的，加油。你真要跟我去啊？等我化个妆。现在，我需要一位观众配合我，完成下面的演出。43号，抽到43号的观众站起来。是啊，是孩子，哎，太幸运了。去吧，没事儿，爷爷在台底下看你演出啊。去吧，去吧，去吧。这么做不会太危险了吧？哎，放心吧，中间有一个安全空间，变戏法那2招啊，他变不出什么花样。学，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想起来，这怎么打？别害怕，有人出来了！钥匙呢？钥匙！哎呀！晨儿别害怕，晨儿别害怕，躲开！赵连东，人呢？阿琛呢？阿琛，陈根生，我传我的命令，封锁整个剧场，堵住所有的出口，不许任何人离开。姐，怎么才来？迟到是非常恶劣的行为，我以前是怎么教你的？对不起。
我们在路上堵车了，不是故意迟到的。这位是白幼宁，星月日报的记者。我是他女朋友。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大姐，幸会。Let me make some introductions. This is the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Mr. Brian Anderson. Pleased to meet you. This is my younger brother, Harry Liu. He's another Cambridge man. Really? What school are you from? Trinity. How about you? Guowang. We had the edge on you when it came to rowing and fencing. You guys were always better at cutting classes and chasing girls. And who's this lovely young lady? Gracie Bai, nice to meet you. I'm his girlfriend. Really? Well, he's a very lucky man. Please, let's sit. 白小姐，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在一起有多久了？时间不长，感情不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恕我直言，我父亲应该不会同意与黑帮联姻的。姐，你说啥呢？他说的没错，我爹的确是黑帮。只不过，在这个年代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不再是一段感情的决定因素了。那您认为，什么才是决定因素呢？当然是爱啦，我爱他，他爱我就够了。如果我们家里不同意呢？你俩果然在这儿。你来干嘛？当然有心安排。老乔，帮我劝劝他们两个都疯了。玩什么呢？轮盘赌啊？赌什么呢？他，活着的人，带他回家。那我加一个。怎么回事？一点就知道，空枪。你们，他做的手脚喽。但你一开始就知道是不是？废话，这么点把戏都看不出来，瞎呀！你们合起来玩我呢？开个玩笑。他妈的不好笑！哎，陆瑶，大姐，这是上海，如果我不点头，谁也别想带他走。
Eileen,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Anderson, given our many years of friendship, please help my brother to get away from them. 吓着了呀？你说佑宁是不是有病？好好他惹我姐干嘛呢？是你姐先招的他，是他先拔的枪，是你姐先让他下不了台的。佑宁从小在江湖长大，怎么可能受这种气？我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今天晚上没法办了。看也该怎么办？我腿软，我站不住啊。舞台上失踪的是沈承载的孙子。谁？闸北的大药商，跟老爷子有交情，在上海滩也算一号人物。哟，乔四爷，好久没见。案发的时候你也在现场啊？对对对，我当时就坐在这儿。我呀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台上的孩子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事儿一出来呀，我就把整个剧场给封了。台上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机关，所有的这角落里呢都查了一遍，就没见着这孩子的踪影。所有的这观众，我都亲自的捋了一遍。就别说这么大孩子了，就是这么大一苍蝇，它都飞不出去。到底什么情况？我说是啊，这魔术都说是假的，不知道怎么就变着就成真的。所以这个魔术的原理就是把人卡在箱子的安全区内，剑穿过箱子却又碰不到人，对不对？没错。地上血也是血袋里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观众是随机选的吗？是随机的。那我能看一下箱子吗？你去拿一下箱子。好。不对啊，号码签是我亲手放进去的，当时不是这样的。乔探长，这个箱子里所有的签子都是43号。看来早有预谋啊！绑架这个孩子应该是裘彩吧？43号，这是我应该坐的位置啊。当时啊，这沈老板为了跟孩子坐，所以我就跟那孩子换了座位。您是？我是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的厅长，江元道。之前那个厅长谋害同僚就是在咱们这儿落的网。对对对对，我就是那次事件之后才上任的。这箱子还有谁能碰啊？后台所有人。这么着，把他们所有人带回我那儿严加审问。别呀，闸北是华界，这是租界的案子，放我那儿审吧。太好了，乔四爷，那就辛苦您了。我们走。走吧。咱们也没证据，一下抓这么多人，会不会有点过呀？这个案子当事人的身份很敏感，江元道和曼森俱乐部那些英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次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留下任何把柄。这什么？节目单嘛。1三乐杯，3杯乐。2白纸变钱，这个好看。简单的开手彩，想学吗？我可以教你。你还会变戏法？以前在码头的时候支个摊儿玩两局，一天饭钱就出来了。空中悬浮会吗？玩机关呀，不难，原理和9连环差不多。瞬间移动，这个得需要特殊道具。那个孩子就是在这个节目上丢的。兄弟们，把这所有道具都给我搬回去，我好好研究研究。
你没睡啊？等你呢。等我干嘛？担心你啊。你喝酒了？一点点。哎，你姐后来没骚扰你吧？我出去办案，她又没跟我去。哦。今晚我有点冲动，你没生我气吧？嗨，我再生气能怎么样？我还能打你啊？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她是你姐又不是你娘，凭什么管你？小时候我娘经常不在家，其实我姐对我挺好的，你别怪她。她对我哥也是那个德行，官儿再大也没用，一言不合就劈头盖脸的骂，一点面子都不给。那你在家里挨骂不还嘴，那说明你有气量，知道疼人。你要出了门，谁敢驳你面子？我就别，噗！这个箱子谁搬回来的？保闸警局的人。怎么了？箱子被换掉了，之前箱子底部的血迹我看过，跟这个不一样。你的意思是有内应啊？Geppetto， 匹诺丘。什么 ？Geppetto 是一个木匠，他就造了匹诺丘。这个应该是道具制造师的签名。上海但凡能做这个道具的人，拿过去，给我挨个确认。孩子找到了吗？当然没有，否则干嘛扣押你？我是魔术师，不是魔法师，我没有能力让孩子真正消失啊。你魔术道具用的木箱，我找人查了，你是找临潼路的木匠订的，这个是订单。对啊，魔术师订道具有什么问题啊？可一模一样的箱子，你订了2个哦，一个用作表演，一个用作备用。但是我们只找到一个，我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个，搬到警局的却是另一个，你不觉得这很蹊跷吗？箱子不是我搬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去找搬箱子的人。口才不错呀。陆先生，变魔术的时候，我在台上有无数的证人。事发之后，我被扣押，一直在补房。如果你真的想定我的罪的话，你应该先搞清楚作案手段和作案时间嘛。毕竟魔术不是魔法，我没有能力让人真的消失啊。作为犯罪嫌疑人，你太镇定了。镇定也有罪吗？来之前你就想好了所有的对策是吧？陆先生，9文年的大名，短短半年，您破了很多大案子，靠的都是这张嘴吗？这人比我想象中难缠很多呀。是他干的吗？当然了，但是没有证据之前，他绝对不能开口。而且按照租界的规矩，最多还有24小时，咱们就得放人了。哟，好哟，二位，那个这案子审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没有？这个人有点难缠呀。哦，上手段了没有？人家是著名的魔术师，没有证据贸然的上手段，媒体会乱说话的。哎呦，你们这租界呀，规矩太多了，这个也不让弄，那个也不让弄，不如转到我老查去。这个好啊，对付这种嫌犯啊，就应该给他来硬的。哦，您把人领走，然后我死里守着他。哎，好，那我就办手续去，把这王天成啊弄到我老查去啊。我办手续。为什么呀？现在案情陷入焦灼状态，一没证据，二没方向，道具箱被他们给调包了，只有把嫌疑人交给他们审，案情才会可能出现变化，有变化，才会有转机。
生煎呢，我是不想再吃了。你有什么别的建议？唉，我也没什么胃口。这车不错呀，劳斯莱斯啊，江原道的车。一个警署的副局长这么有钱，闸北那边的油水很多的。那你还在租界干嘛呀？赶紧过去啊！我跟着你。那边那个是脚印吗？这个尺码的脚印。车里有蜡笔的痕迹，还沾了泡泡糖。这车肯定载过小孩，而且不止一个。他们家有孩子吗？去看看。你认定江原道了？他是43号，劫匪一开始就是冲着他去的。我保证，他家肯定有线索。他是同行，级别又不低，发搜查令的话，不大好。那你们给同行送礼的话，一般都送些什么呢？两位是？你好，我是租界巡捕房的探长乔楚生，这位是我的顾问陆遥陆先生。抱歉啊，袁道没在家。我们知道他忙，这次我们来呢，是专程来道谢的。进来吧。江太太，这个呢是野生甲鱼，专门拿过来给江厅长。厨房在哪？在那边。好。我们有一个绑架案没有办好，转交给袁道兄，他帮我们顶了大雷。江厅长有能力有魄力，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过誉了。这是您闺女吗？是啊，7岁了，叫昭儿。在吗？没在，去姥姥家玩了。多久了？昨天刚送走的，过2天就回来了。不会吧？立桶跟玩具上都落灰了，桌上的饭菜几天了也没人收，孩子多久没在家了？你们，我们是袁道兄的朋友，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能帮上忙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的昭儿被绑架了，对方说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就要死掉。所以江厅长今天没在家，也是处理这件事儿。袁道说，他都已经部署好了，他能救女儿回来，你们2个的好意嫂子心里了。但这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出手，我怕帮倒忙。现在不光是昭儿被绑架了，连沈老板的孙子也被绑了，在舞台上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当场消失。这个劫匪很聪明，思维很缜密。我们担心，光靠江厅长自己的能力，怕是都。已经放在205了。告诉我，我女儿在哪儿？你确定是我要的吗？当然了，赶紧告诉我，我女儿在哪儿？我听你这意思，你不会是想变卦吧？没那么无聊，把
难道是你在隔壁布置了那么多警察？难道是以为能活捉我？让开！让开！让开！江厅长，住嘴！我不听你们解释什么。江厅长，你们俩怎么来了？我们刚听说，您闺女让人绑架。你们听谁说的？这事儿很蹊跷啊！这么短时间内2起绑架案，应该不是图财吧？你说不是图财，那能图什么呀？复仇。陆先生，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的，能少得了仇家吗？你如果有线索，就请告知；如果没有，就别在这儿闲扯那乱七八糟的。这是谁的呀？这么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是一点有用的线索是也没查着？哦，还在查，您放心。我放你奶奶的心，这都多长时间了？想让他们撕票？我女儿不是也在他手上呢吗？哎，我们老沈家可是3代就这一根独苗，阿琛要是有个3长2短的，以后啊，咱们谁也没有安生日子过。陈老爷，我们在现场发现了这个。这什么呀？您不认识？我孙子是男孩，他不带这。那就可能是别的租客落下了。哦，对了，之前你在旅店给劫匪打的那个电话号码查到吗？查到了，是那个林荫路上一个公用电话厅。我已经派人在那儿监视了好久，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事后才发现有人在那儿扯了线头，把电话线一直扯到隔壁巷子里，在那儿打的电话。这个劫匪有点小本事啊。我孙子的事儿啊，以后就不劳你们几位费心了。接下来我找江湖人去办。江湖人可干不了这事儿吧？绑匪他赚了钱，他总得花吧。赌场、大烟馆、妓院，凡是有生面孔的，花钱手脚大，就给我挨个的查，我就不信他能插翅飞了。对了，那个魔术师怎么办？你把所有的手段都给我用上，就算是孩子不是他绑的，那也跟他有关。以后啊，他落不落残疾，你看着办。好。要吓死我呀！
你也吓我一跳，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这个案子有点棘手。那就歇会儿再办嘛。那些人离了你还能死去？想吃什么？吃不下，睡了。沈老板和江原道的关系是什么？你不是不想跟我说话吗？你爱说不说，再不说我真回去睡觉了。来，看我今天查了一天，发现了什么？沈老板之前开过一家学堂，自任名誉校长。7年前，学堂发生过一起闹鬼事件，把女学生都吓坏了，其中一个受了刺激，自杀了。自杀？死者陈小媛性格比较内向，在闹鬼事件以后，她精神就不太正常，经常说一些怪话。后来病情越发的严重，就被暂时停学了。在家的时候，小袁趁家人不注意，从8楼跳下去了。这事跟江原道有关系吗？这个案子是他办的。由于小袁当时已经退了学，就没有再追究学校的责任。之后，江原道就飞黄腾达，一路晋升。小袁在上海还有别的亲人吗？在他死后，母亲因为忧伤过度，没多久就走了。啊，他还有个哥哥在日本，但是连追悼会都没有来参加。跳楼的事件还有其他的学生目睹？正在联系，应该明天就有答复了。哎，你姐还在上海吗？先别提她，心塞。她住哪儿？你要干嘛？作为弟妹，向她表达一下善意嘛，给她送点鲜花呀、水果呀什么的。我谢谢你啊，你们两个掐架倒霉的是我。离她远点。赵老师，7年前那个自杀的陈小媛是您的学生吧？是啊，那孩子长得秀气，读书用功，就是性格有点内向，很少跟同学交流。那之前那个闹鬼事件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孩子看到了什么，然后以讹传讹，把大家都给吓到了。当时几个女生说是看到了奇怪的东西，但当时又无法描述清楚，就闹得人心惶惶的。有2个学生还因此退了学。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联系。自从离开学校以后，精神都逐渐恢复正常了。您是说这个学校？我可啥都没说，你千万不要乱写啊！您放心，本报的宗旨就是实事求是。您是哪家报纸？大公报。几个目睹闹鬼事件的学生，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把联系方式给我吧。等一下，我找找看。曹探长，有人想见你。谁呀？陆先生的大姐。带到办公室吧。是。到了，也是。这边请。曹探长好啊。大姐，坐吧。来之前，我让人打听了一下，您在上海屡破奇案，鼎鼎大名啊。这案子都是路遥破的，我和兄弟们就是跟着沾了点光。太客气了。我听说，在当探长之前，您在上海滩也是个人物。您过奖了。
以前少年不经事的时候，在江湖上混了几年，现在这不努力改邪归正吗？有向善之心是好事，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要想洗干净，他还是要离开上海。离开上海，那我去哪儿？若探长信得过我，我可以为您在北平谋一份差事，从军从政，您随便挑。当然，职位待遇和前途，绝不比现在的差。哎呦，这么大礼，那我该怎么报答你？我听说陆瑶和你的私交甚好，你去哪，他应该会跟着。大姐的好意呢，我心领了。这些日子她帮了我很多，作为兄弟的，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只能倾尽全力帮她挣个自由。当然了，我也知道，其实你是为她好，怕她交错了朋友，误入歧途。但以我对她的了解，如果是她不想做的事儿，你拿枪逼着她，她也不会做。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做的，就是确保没人能让她忍气吞声。明白。好香啊！这个呢是周老板家保姆给我的秘方，尝尝。天哪，现在飙泪，就冲这一碗汤，我也不能放你走。那几个学生都找到了吗？除了小袁，还有4个女生，其他3个都已经搬离上海，而另外1个在宝山。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宝山？太远了吧？那儿都是石头村，你不想看看吗？哇，太美了！哎，三朵，帮我拍张照片。啊，三朵，你好好拍，你好好给我拍张嘛。我站远点啊。来，咱俩合张影呗。不喜欢拍照。哎呀，就1张。哎，你好，麻烦您帮我们拍张合影，可以吗？可以啊。谢谢。来，哎，过来。那人呢？啊。笑一下会死是不是啊？别那么尴尬嘛，你自然一些，自然。我又不是演员。那你就想着，现在是咱俩的婚礼，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缓缓地向你走来。你以后不要老开这么无聊的玩笑。哼，你可能真的要娶我喽。凭什么呀？你姐如果动真格的呢？我想救你，那总得有个名义吧，否则我爹即使想出手，那也没有借口啊。我娶你有什么好处呀？大哥，我为了救你把自己都搭进去了，你还想怎么样？那是办婚礼呢，还是办手续呢？如果你姐追得不紧呢，我们就简单办个婚礼；如果瞒不住，那就只能领证了。哦，对了，这件事只能你我2个人知道，连楚生哥都不能说，否则我爹能气死。你确定你不是暗恋我？你觉得可能吗？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可以娶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啊？你再好好想想吧，婚姻这个东西呢，可不是儿戏。咱俩这样迟早得离婚，我担心你嫁不出去。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的自由吧。回了家以后，谁还会像我和楚生哥一样惯着你？
你们找谁啊？孙倩倩。找我干嘛？你母亲在吗？出去了。你们找她什么事儿？你怎么没去上学？不爱上学，没劲儿。那你以前成绩不是挺好的？你怎么知道？你老师告诉我们的，他说呀，他可想你了，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你。以前成绩好，是因为吃了聪明药，不吃药，脑子就不够用。聪明药是什么？聪明药就是聪明药呀，吃了脑子特别清楚，好久都不用睡觉。不吃药，脑子就犯糊涂，什么也记不住。那种药现在还有吗？早就没了，否则我早考上高中了。那吃了聪明药之后，除了脑袋清楚，还有什么别的反应没有？有的人能看到鬼。那种药，当时班上有多少人吃呢？不知道。有的人吃了，有的人没有。还有的人能看到鬼，有的人看不到。有的人爱说话，有的人爱……反正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那小袁看到鬼了？他被鬼吓着了，死了。反正我没有看到鬼，我就是吃不下饭。我1个月瘦了好几10斤，我妈都被吓着了，才让我退了学。这个是哪？有约人了？取消吧。凭什么？我俩查过了，7年前沈老板赞助的学堂，有一个班的学生吃了聪明药。什么是聪明药？起初我俩也没什么头绪，后来佑宁想起来，沈老板开过一家化工厂，我让阿斗去海关查了进货记录，发现他们经常在日本的一家公司进购原材料。后来顺藤摸瓜，发现日本公司的老板叫做阿雄赫多，曾经在1919年在《Science》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介绍了一种合成的药品甲基苯丙胺。说人话。这种药服用后会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食欲降低、减轻疲劳、有新快感。长期服用还会造成失眠、烦躁、妄想症，产生幻觉。当时学校有闹鬼事件，应该就是服用了药物而产生的幻觉。严重的时候还会有暴力跟自杀的倾向。这听起来像新型毒品啊！所以我怀疑沈老板是在用学生做药物实验。后来有个女学生自杀了，他就被迫停止了实验。这次的绑架案应该是那个自杀女生的亲属复仇。你觉得沈老板知情吗？这个发卡是那个学堂统一发的，可沈老板却说不认识这个发卡，所以他肯定在说谎。而且江原道应该也与此事有关。这么看，那个魔术师也很危险啊！哎，你俩等等我！你看那儿，这孙子，这么粗的铁链子都能给弄折了。哎，你说他哪儿弄的锯子呀？他是个魔术师，藏东西是他的专业。我怀疑啊，这2宗绑架都与他有关。而且你们中间有同伙，所以他才能够来去自如。不会吧？报告，江厅长，这儿有封信，好像是给您的。江厅长，之前是你的选择，这一次该沈老板。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江原道，什么意思呀？我真的要杀了他！演技不错呀。什么？你就是那个同伙，就是你策划绑架了阿琛。你胡说！你吃错药了吧？啊！
你喝酒喝大了吧？交易那晚，麻袋里装的不是钱，而是阿琛，对吧？你当然可以不承认，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相的话，你女儿很可能会被撕票。你为什么要帮王天成啊？我没有。平时我推理都会讲证据，可这次时间真的太紧急了，我只能靠猜的。顺序应该是这样：江厅长的女儿昭儿被绑架，而绑匪开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用沈老板的孙子阿琛来交换。于是江厅长就收买了魔术师王天成，策划了一起离奇失踪的魔术，随后再利用警局的车把阿琛给送走。王天成怎么做到的？他和箱子都在舞台上，观众都看着。魔术用的箱子被换掉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它的底部有一个机关。表演开始，箱子放在桌子上，王天成实际让阿琛通过箱子藏在桌子里。之后，王天成开始他表演的节目。此时，阿琛就被藏在箱子的隔层里。自始至终，箱子里都只有一只兔子。当剑刺过血袋，血液流出，观众骚动惊扰了兔子。接下来就是开箱封场。伤害孩子的是沈老板，跟他有什么关系？沈老板用孩子做药物实验，导致少女自杀。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警察都会彻查此案。可江厅长帮沈老板擦屁股，之后才飞黄腾达。江云道，干这么缺德的事儿，你不怕遭报应啊？我不干，自然有别人干。再说了，你自己也不干净。我小时候是干过一些蠢事儿，但自从穿上警服之后，我问心无愧。报告，厅长，沈家人刚来报案，说沈老爷失踪了。啊，哥们儿下手挺快。喂，喂，还记得那年我妈在警局求你说的话吗？为了给小袁讨个公道，我妈跪在你面前。林长，哎，林长呀，林长，这个你们女儿就是又是你呀！这跟你说多少遍，这事儿我管不着。我陈小袁在松开呀！你给我躲开！你要再闹，小心给你抓去！来，走，警官，警官！你听我解释。今年你女儿也7岁，正好是小袁出事时的年纪。哎呦，我死不足惜呀！求求你，饶了琛儿吧。沈老板，沈老爷，我求求你，你帮我救救我女儿，救救昭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如果是你女儿被害，你也会这么冷血吗？王天成，你这个王八蛋，我要亲自杀了你，我要亲自一刀一刀的剐了你。好啊，你要想杀我，就先找到我再说。现在我要陪你女儿好好玩一会儿。王八蛋，你个变态，混蛋！人呢？来人呢？给我去搜啊！这上海这么大，去哪儿搜啊？局长，刚才电话里有汽笛声，说明离码头不远。王天成的声音有回音，说明是在一个空旷的室内。电话开始时有火车的声音，说明在铁路附近。铁路、码头、空旷的室内，符合这3个条件的，只有这个仓库。这么荒的地方，会有埋伏吧？我明白了，他是想要我命啊！好，我现在就把我命送给他。兄弟们，跟我走。别动！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带队。松开！听我说，这事儿是你不对，但之前你帮过我，所以这次我带队算还你人情了。你安心在家待着，孩子，我肯定给你带回来。
喂，你怎么还没出门啊？怂啊！王提成，你放了我女儿，你不是想要我命吗？好，你把我命拿走。不，你一定要放了我女儿，放了昭儿。多么可爱的女儿，真是我见犹怜。昭儿乖，让叔叔亲亲。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伤害我女儿！你要敢动我女儿，我一定要杀了你！你这个药，我找了很久才在日本搞到。之后呢，我准备让你的宝贝孙子也试一试。不要！看他吃完之后，是变成天才呢，还是变成疯子？阿琛，把嘴张开。哎呀，不要啊！杀了你！哎呦，我死不足惜呀！求求你，饶了琛儿吧！你要多少钱，我都能给你。沈老板，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孙子是江原道绑架的，这是他的选择呀。他为了救他自己的女儿，可以将其他人的孩子推向火坑。你还犹豫什么呢？之前你给其他孩子吃聪明药，现在我再给昭儿吃一颗。不要！不要！你亲口答应过我，不会伤害我女儿的。这颗药是给男孩还是给女儿？给女孩，给女孩。姓沈的，求求你这老东西，饶了琛儿吧！你太不仗义了。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给男孩吃。爸爸，我好怕！爸爸。看来啊，我得帮你们做一个选择。快点开，开慢点。那个人为了准备复仇准备了好几年，一时半会儿不会死。我怕他对沈老板下手。沈老板是你亲戚还是你朋友啊？你别忘了，今天一切都是他先造的孽。可人家孩子是无辜的吧？现在只能希望绑架的人怎么想。有仇就找大人报，你拿孩子下手，算什么好汉？谁要当好汉？真逗。没伤着孩子，谢谢你。哎呦，只是还没来得及。带走。还记得上次咱俩聊过什么？记得。我办案可不全靠这张嘴。如果当年我妹妹的案子是由您经办，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其实，我并不认为你会伤害那两个孩子。你并不了解我。你连兔子都不忍心伤害，更别说两个无辜的孩子。你玩这么大，只是想刺激一下江原道跟沈老板，让他们体会一下你之前的无助跟绝望。他们都是魔鬼，你不是？我是啊，但我绝不后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关不？爷爷。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慢慢想啊。我们来抓你的时候，警笛声你应该听得见，想逃跑也完全来得及，而且你完全可以随手就杀掉沈老板。可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你猜？你不会真是临时心软？你觉得可能吗？你应该知道我妹妹是怎么死的。跳楼，她是脸着地。我收尸的时候，你能想象到我当时的心情吗？上外婆他们的书上啊，我亲手带他们见上帝。从那个之后，我活着就是为了给我妹妹复仇。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了。这么快就知道了？厉害啊！阿斗，赶紧给医院打个电话。是，陆先生。我掐死你！我要掐死你！害我女儿！我掐死你！我掐死你！我要掐死你！喂，老大，老大，老大，你冷静一点，老大。老大，你干什么呀？你害我女儿！我要掐死你！能严惩罪犯的，只有法律。在这个时代啊，法律就是个屁。如果真的有法治的话，我妹妹就不会枉死。你难道不想把他们丑事都抖出来，然后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吗？再过几十年，也许可以，但在这个时代，在上海滩，绝无可能。You know how much energy I put into supporting Zheng Yongdao? Do you know how much we lost at the Xiaobei fell? Have you worked it out? Look, fortunately, Boss Shen has been killed. So this year's affair can't be tracked back to us. So there's one fortunate thing in all this. Enough of that. I just want to know when Liu Yao will leave Shanghai. Can you tell me that? A month, max. That's too long. Look, before we had Mr. Bai. If I rush to act, it'll bring us unnecessary trouble. Now, Liu Yao's sister has personally entrusted me with a family member to endorse. I promise to remove this thorn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out Liu Yao's help, everything will be rubbish.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very clear. I want back my territory and my money in Shanghai with interest. 走，这一篇反响还不错哦。7年前的事儿也写了。当然了，跟那个事情有关的人都写了。现在啊，该抓的抓，该逃的逃，上海闹得鸡飞狗跳，赞不赞嘛？你说？赞。幸亏我老丈人与此事无关。他要敢干这种事情，本小姐亲自毙了他。这么短的时间里，闸北连续换了2任厅长，接下来，江湖上又是一阵血雨腥风。江湖上的事儿，让江湖人操心去呗，跟咱们俩有什么关系啊？说实话，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心有点累。你想撤啊？那倒没有。我看你姐那架势，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我早就习惯了，从小到大，无论什么事都是他们做决定，然后让我去执行。我当了小半辈子幕后，这次我想自己决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果你愿意，我会随时跟你结婚。不要。为什么？你呢？虽然很蠢，而且又很烦人，但勉强算一个好姑娘。如果哪天我要跟你结婚，绝对不能因为我是要自保，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想跟你共度一生。那如果你永远都不想娶我呢？那就找个想娶你的呗。你怕自己嫁不出去啊？放你的屁！上海滩想娶我的人多了去了，怎么都轮不到你。想娶我，排队去吧你！其实大家都不了解你，
因为你的身份太特殊了，普通男人都会对你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但是你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么一点机会，让他们慢慢的靠近你，了解你，之后他们就会发现，眼前的你，比他们想象中还要烦人100多万倍呀！去死吧你！去死！去死！去死！去！出去！去死！喂。 All directors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have unanimously determined that you're an excellent detective. Given your previous contributions and your experience at Cambridge, we have decided to send you to Scotland Yard. 为期1年。1年？太久了。培训是为了更好的发展。And when you return, you'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the chief Chinese inspector of the concession. This is the order. 你必须接受。那如果我不想去呢？那你无法继续在租界办案。这是我姐的主意吧？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As a highly educated gentleman, you should have a bright future. Please believe me when I say this is in your best interest. 期限定了吗？1个月，船票都订好了，直航伦敦。中途怕我逃跑，还配了个助理给我。你姐挺素的。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于情，我当然希望你留下。不过于理，你出去待1年，回来升个探长，对你事业有好处。但是我走了就回不来了，我姐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回上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如果你真想留下来，我可以帮你。就算我撑不住了，还有我们家老爷子呢。光一个我姐已经很难对付了，更何况后面还有我2个哥哥，把他们惹急了，敢带兵吗？谁家还没个兵啊？我是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少来啊！你要真认我，就别那么多废话。在上海滩，只要有理，去哪儿都不怕。你还是不了解我家。走，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愁眉苦脸带你乐呵乐呵。那是去长三堂子呢，还是去夜总会呢？别问那么多，不会让你失望。要不要叫上幼宁啊？浩妞叫他干嘛？疯了呀！走。白小姐，我跟您汇报个事儿。我不爱跳舞，而且也没舞伴了。没有，我给你找吧。喜欢哪个姑娘告诉我。这你全都认识？就算不认识，先磕也来得及。今天来这儿呢，就一个主旨：开心，尽情的喝，放肆的